当放下变成一门生意，诚意、李莲花和这届打工人的情绪出口。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一个人的一句台词，凭什么能让几百万个累到快麻木的人愿意在深夜一遍又一遍地翻出来看？说到底，这事儿我想了挺久的。今天不是来吹谁彩虹屁的，各位放心，这期我尽量冷静点，往深了聊。咱们聊的是一个现象，一个我最近越想越觉得有意思的现象。为什么在2026年这个节点上，这么多人愿意为被治愈的感觉掏钱？而我打算拿诚意，还有他演的那个李莲花，当一个切口。不是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是因为他这个案例特别典型。你顺着他往下看，能看懂一整个时代的情绪。我说清楚我的方法哈。这期我用的是一个剥洋葱的思路，从你表面看到的，一层一层往里剥，剥到最后那个真正的机制。别急，跟着我走。行，第一层，你看到的疗愈。你去翻评论区，翻弹幕，出现频率最高的几句话是什么？看他的句好解压，看完整个人放松下来了，不用动脑，就想看他在那儿晃悠。你发现没有，大家要的其实不是刺激，是松一口气。那诚意是怎么给到这口气的？我说的具体一点，不然就成空话了。就拿李莲花来说，这个角色最难的地方，不在于打戏，也不在于查案，在于那种经历过大风大浪之后的平静。这种平静特别难演，演浅了像躺平摆烂，演过了又变成故作沧桑。而诚意那个处理，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种笑。他笑的时候，眼睛里是有东西沉在底下的。你能感觉到这个人不是没吃过苦，是吃过了，然后放下了。这种放下不是喊出来的，是从眼神和节奏里渗出来的。他把整个人的速度放慢，慢到你跟着他呼吸都变缓了。说起这个，我突然想到，我第一次认真注意到他这种处理是2022年那部等等，不对，我查一下，莲花楼是2023年播的。你看我这记性，就是那年，我本来只是随手点开，结果一个下午没挪窝。这一层就是大家嘴上说的治愈。但如果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那我跟那些吹彩虹屁的没区别。真正有意思的在下面。那么问题来了，第二层，媒体一般不会跟你讲的那部分。大部分报道会怎么写？会写诚意凭借温润气质圈粉疗愈系人设深入人心。你听出来了吗？这种写法把因果关系搞反了。真相是，不是他变治愈了，是我们这届人太累了。你想想看，2026年这个大环境，内卷没停过，打工人那股怨气，那种累到不想说话，回家只想瘫着的状态，这不是个别人，这是一种普遍情绪。心理学上有个说法叫倦怠 burnout， 就是那种长期高压之后的情绪耗竭。当一个人耗竭到一定程度，他不再追求爽，他追求的是安全。翻译成人话就是，以前大家看剧图个刺激，图个爽感，现在越来越多人看剧，图的是一个不会伤害我，能让我喘口气的地方。这个时候，疗愈就从一个个人口味变成了一种市场刚需。这就是所谓的情绪效用 emotional utility。 你花的不是看剧的钱，你买的是一段被允许放松的时间。而这里就是诚意这个案例最值得说的地方了。他这条疗愈系的路，不是这2年市场火了才临时转的。你回头看，他这种沉静、克制的选择，是好几年前就一步步走下来的。这就好比下围棋，他早几年落的那几个子，当时看没什么，等大势起来了，你才发现他早就在那个位置上了。这不是运气，这是一种长期的判断。我承认这个判断有我的主观成分哈，凭印象说的，你们要是有不同看法评论区聊。但我倾向于认为，市场的风正好吹到了他早就站定的地方。好，重点来了。第3层，往里再包一层，为什么一段表演，一句台词真的能起到安慰的作用？这背后是有机制的。第一个机制，心理学上叫准社会关系 Power Social Relationship。
简单说，就是你对一个屏幕里的人会产生一种类似真实关系的情感连结。你没见过他，但你觉得你认识他，觉得他稳定、可预期，不会伤害你。对一个在现实里被各种不确定性搞得筋疲力尽的人来说，这种稳定的、安全的连结本身就是一种安慰。第二个机制更有意思，叫叙事疗法的边界效应。就是当一个角色说出某句话，比如李莲花那种放下的台词，这句话在那一刻会像一次很轻很轻的心理介入，他替你说出了你说不出口的东西。你听完会有一种原来可以这样想的松动感。但是这里我必须停一下，说个特别重要的边界。我得先说清楚，别误会这种松动感是情绪陪伴，它不是治疗。作品可以是一个喘息的入口，但它替代不了专业的心理支持。如果一个人真的长期处在很深的倦怠或者更严重的状态里，那需要的是专业帮助，不是刷剧。这话我说的可能有点重，但我觉得必须说清楚，因为这正好带出下一个问题。同样是喜欢一个艺人，同样是从作品里找力量，为什么有的人越追越好，把那股劲儿转化成了现实里的行动，好好学习，好好生活，把日子过起来了，而有的人却陷进去，变成一种依赖？这个机制的区别，说白了在于，你是把它当加油站，还是当避难所。当加油站的人进去补充完能量，是要开出来上路的，他 get 到的是一种动力，回到现实，继续跑自己的 KPI， 过自己的日子。而如果一个人把它当成唯一的避难所，现实里的一切都不碰了，那这个连结就从滋养变成了消耗。我要特别强调一句，这是人类共通的心理机制，跟具体喜欢谁没关系。绝大多数把诚意当成一种正向陪伴的人，恰恰是那种补完能量继续上路的类型。你从一个通透放下的角色身上学到的本来就是继续好好生活，你说是不是？这部分我不是100%确定每个细节，心理学这块我也是查了不少资料，凭我的理解再给你捋。如果有更专业的朋友，评论区指正，我下期改。行，最后一层，这意味着什么？对行业来说，它意味着疗愈系这条路是一条难走但走得远的路。它不像流量打法那样能一夜爆炸，它需要时间沉淀，需要演员真的 hold 得住那种克制的表演，因为观众能不能被安慰到，全在细节里，装是装不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这条路值得被看见，它慢，但它稳。对我们普通观众来说呢，我觉得意义在于，我们可以坦然地承认，我们需要一个喘息的地方，这不丢人。累了，从一部剧、一个角色身上借一点平静，很正常。关键是借完之后，记得回到自己的生活里。我见过不少老粉的说法，大意都差不多，他们追的其实不是一张脸，是那种经历过还能平静下来的状态，因为那正是他们自己想活成的样子。你听，这就是那种最健康的连结，把偶像身上的东西长成了自己的一部分。懂他的人其实一直懂的是这个。说到最后，我得坦白一件事。做这期视频之前，说实话，我对疗愈系这3个字是有点偏见的。我一度觉得，这不就是个营销标签吗？包装出来卖情怀的。做完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也曾经误会过。它背后是实打实的选择和克制，选什么样的角色，用什么样的节奏去演，在一个人人都想爆、想快的时代，敢慢下来。这不是标签，这是判断。所以回到我开头那个问题，一句台词凭什么安慰几百万人？我现在的答案是，因为在一个太快、太累的时代，有人愿意认真地、慢慢的给你演出放下2个字长什么样。最后再叮嘱一句哈，这不是客套，作品能陪你，但它不治病。如果你真的很累了，请一定去找专业的支持，好吗？今天这期就到这。如果你也从某个角色身上借到过一点平静，评论区告诉我是哪一句台词。慢慢说，我都看。